强迫性人格跟强迫症有什么样的差别呢？这两个名字这么像，是不是一样呢？又或者是有哪里不同的地方呢？我们今天就来跟大家讨论看看吧。各位朋友大家好，我是美国加州临床心理师 Caitlin。 在我们开始之前，一样先跟大家提醒一下，我们这个频道是跟心理相关的，所以如果你对这样子的议题有兴趣的话，麻烦帮我们按下订阅跟小铃铛哦，这样我们一有新的影片的时候，你就可以收到通知了。今天跟大家讨论一下所谓强迫症跟强迫性人格，他们的相异处是在哪里呢？因为这两个名字这么像，听起来好像应该是一样的东西吧。那其实呢，如果是强迫性人格的部分呢，我们在上一集有提到过，通常有人格疾患的人呢，是不太会去我们心理诊所来就医的。怎么说呢？人格疾患比较像是一种，就像电脑它是一个主机的程式，它就是比较定型的一个部分呢。强迫症它其实是比较偏向是一个焦虑症，所以它这样子的一个症状，或者是像忧郁、抑郁这样子的一个症状，其实是在另外一层的部分，所以呢比较不太一样。那有人格疾患的人不太会到我们的心理诊所来，但是有焦虑症的人呢，比较会来我们心理诊所。那为什么呢？因为有人格疾患人通常呢是他们在跟别人相处的时候会有问题，然后会造成他们身边的人有困扰，但是他们自己都不觉得有问题。那有强迫症的，因为我刚才说的是跟焦虑症有关，所以呢有强迫症的人呢，其实他们会对于自己的行为，对于自己的症状感到非常的困扰，所以他会必须要来求诊，他会想要有一个缓解或者是有改善的一个状况。我们现在就来看看哦，所谓的强迫性人格，简单来说呢，就是一个总结，它就是完美主义者。我们用 DSM-5 里面的一个简单的一个解释，就是呢，他们就是一种过度强调细节，然后呢还有非常的完美，然后也爱控制其他的人，所以呢以至于他们会没有所谓的灵活性啊、开放性啊，然后也比较不懂得变通，所以在做事情上面比较没有效率。他们这样子呢，其实在成年的早期就会发现我们会有这样子的一个行为。有的人会说啦，但是这不是很多人都会有这样子的完美主义吗？差别在于你有没有这个疾病，还是说你有这样子一个倾向。如果你是有这样子一个疾病的话呢，你至少要符合4种这样子的一个行为，那而且它对你的生活和你的人际关系造成了严重的影响，那你很有可能有这些倾向，但你不见得有满足到诊断的标准。所以呢，这是这两个当中的一个差别。那另外呢，我觉得大部分的人可能有这些症状，但是为了要跟人相处，你可能会多少还是配合一下，又或者是好了算了，就不要这么在意的这个部分。但是有强迫性人格的人，他很难有这样子一个变通，通常他们的反应是生气，你怎么可以这样子？你怎么可以这么草率？你怎么可以就是突然变成这样？就是突然把这件事情明明说好要这样子，就改变了。那就是他们想要控制你，想要确定你会做什么样的事情，又或者是确定事情一定要有固定的秩序啊、整洁啊等等之类的，会让他们跟别人相处上面没有办法有好好的一个融洽的一个部分，他们也没有办法因此而有所变通，所以这是一个很大差别的部分。强迫症呢？强迫症呢，它里头有分2个部分，一个是强迫思想，然后另外一个是强迫行为。所以强迫思想呢，就是你会不断有一种就是侵入性的影像啦、想法啦，或者是图像冲动的那种东西跑到你脑中，你会因为这样子不断的出现一些影像冲动，还有你的想法，那以至于呢会想要做一些行为来减轻你的焦虑，那就会有所谓的强迫行为。那强迫行为就会是不断地去做某些事情，例如说不断的去洗手，又或者是不断的要数数，你非得要数到那个数字你才会停下来，又或者是不断的去确定这件事情是不是完成了，烤箱有没有检查完了，再检查一遍，再检查一遍，再检查一遍，出门前门锁了吗？
再检查一遍，出去了，再检查一遍，出去了，再检查一遍，会不断重复同样的行为，然后必须要到某一个数字或者是某一个数量之后，你才会停止，因为这样你的焦虑才会缓解。所以它其实跟所谓的强迫性人格在这个部分就有很大的差别。那有强迫症的人呢，通常这些想法啦、冲动啊，还有这些影像啊，是侵入性的。像我刚才说的，如果你有些症状，你有些倾向的时候，这些东西出现在你的脑海中，你是可以把它停下来，是有个开关你可以停下来的。但是对于有强迫症的人，他们没有办法有这样子一个开关。所以用简单的一个例子来举例，就是例如说，可能你听到一首歌，然后那个歌可能就会在你的脑海里头不断的重复。这个呢，其实是正常。那我们可能可以透过专注于做其他的事情，我们就可以分散注意力。但是对于有强迫症的人呢，他们没有办法。他的那个思维会不断的侵入他们的脑海中，那他也没有办法停下来或者是关下它，也是因为这样导致于他们非常的焦虑，所以他们必须要去做一些会让他们缓解焦虑的强迫行为。那患有强迫症的人呢，对于他们生活上面常常会因此造成很大的困扰。例如说呢，可能每天早上必须要洗1个小时的澡，然后必须要提早2个小时准备出门，因为可能必须要不断的检查有没有关门，有没有锁门，有没有关窗、锁窗户等等之类的，以至于呢，他们在生活的机能上会有所影响。这个东西，这些强迫行为都是来自于他们的焦虑，所以呢，他们会因为这样子生活上面造成的影响，还有强烈的焦虑感而前来就医。那至于 OCPD 强迫性人格的人呢，则是通常会来是因为他们身边的人跟他说，你再不去看医生，我真的就会怎么样之类的。所以呢，他们会因为别人要求他们而来看诊，他们自己可能不觉得自己真的有什么样的问题，甚至觉得我这样子没有什么不好，我这样明明就是，难道把事情做对、做好、做到完美不对吗？他们会有这样子的一个 debate， 对他们来说其实是比较难的。通常他们只是为了要他们在意的人不要再一直念他们，或者是不要在同时间一直在争吵，为了同样事情不断的有冲突，导致于他们会选择要来就医就诊。那我们之后会有一个影片来跟大家讨论一下，就是 OCPD 他们很容易会有冲动易怒的这个部分，其实呢跟我们其他的人格疾患也都会有这样子的一个部分存在哦。今天就跟大家讨论到这里了。以上呢就是主要的强迫症跟强迫性人格的差异。不知道你对于这样子的影片觉得对你有帮助吗？又或者是你有什么样的想法或问题呢？都欢迎在下面留言哦。那我们下次见了。